我们今天说《西游记》啊，给大伙儿说一个《西游记》里最为独特的一个妖怪，大家很熟悉，他的名字叫牛魔王。不光是《西游记》里有，周星驰演的《大话西游》里也有。为什么说牛魔王是最奇怪的一个妖怪呢？你看从这个家庭情况来看，《西游记》里的妖怪绝大多数是单打独斗，老哥一个打光棍儿。哎，我自己是妖怪，我在这就想吃唐僧肉，就想吃人。那么有的妖怪呢也有两口子，但基本上不合法。你像黄袍怪、赛太岁这样的，把人家的老婆、人家的公主给抢过来了，当自个儿老婆，当压寨夫人，这是不合法的。唯独牛魔王，你看啊，原配夫人铁扇公主，后边还有个漂亮的小妾玉面公主，还有个儿子火云洞的红孩儿，非常幸福的家庭，而且也是合法的家庭。再一点，牛魔王和那些妖怪不一样，你没见他做过什么孽，就说吃人呐、害人呐，没有过。可是就这么一个生活幸福也不作孽的普普通通的一个妖怪，最后却遭到从如来佛祖那儿到玉皇大帝那儿，甚至地狱阎王那儿，都派人出来围剿他，把他给剿灭了。所以就这么一个老实巴交的妖怪，居然有这样的下场，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。所以咱们今天给大伙儿说说这个极特殊的妖怪牛魔王。《西游记》里的妖怪呢，两种出身，一类是那天上有人的，这能耐都大。你像那个黄眉怪，人家是弥勒佛的跟班，拿出宝贝了，把孙悟空都吓得直往后躲，打不过他。这是一类上头有根的。还有一类呢，游僧野鬼，就是没有根的。你像白骨精这样式的，怎么扑腾都不行，变3回让孙悟空弄死3回，下场很惨。你看这牛魔王奇怪在哪儿呢？两边他都不靠。首先一个，他上面没人，没有啥官方背景。因为在这个神话传说里啊，咱们可能很多朋友会想起来，这个老牛成精成怪的就那么几例。首先一个《西游记》里还有一个青牛，有太上老君那个坐骑，也把孙悟空打过去，后来让太上老君收走了。第二个就牛郎织女里头，那金牛星下凡，告诉这个牛郎，你到哪儿找你媳妇去，你媳妇下河洗澡，你把那红衣服藏起来，她没翅膀飞不走，就你的了。哎，那个是一头牛。还有的《封神演义》里边呢，那个武成王黄飞虎坐骑五色神牛，这是个成了神的牛。但后来这牛怎么地了，没下落了。但可以肯定的，绝不会是牛魔王。为什么？这个天兵天将围剿牛魔王，说牛魔王现原形了，是一头白色的巨牛。那五色神牛是穿迷彩服的，它能一样吗？所以他俩不一回事。所以牛魔王在这里头呢，没有任何的官方背景，但他又不是那种像白骨精那样的二路货色，他能耐非常大。牛魔王，你看这个《西游记》里一出场，就是他第一次露面是什么？孙悟空到这个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找菩提祖师学72般变化筋斗云，学成了之后回到花果山，这有本事了，周围的妖魔鬼怪都愿跟孙悟空结交，其中牛魔王就在当地混黑社会，算是个老大，跟孙悟空拜了把子，孙悟空得管他叫大哥。后来这不是孙悟空在那儿做大了，天兵天将下来严打来抓孙悟空来，牛魔王不知哪儿去了，咱肯定没帮孙悟空忙。就介绍到这儿。再后来牛魔王出现是什么呢？孙悟空3掉芭蕉扇，过火焰山过不去了，铁扇公主不借给他扇子，他就只能打主意找牛魔王。你管牛魔王叫大哥，铁扇公主是我嫂子吗？再找牛魔王，牛魔王来气，一个是呢你欺负我老婆，再一个是呢你把我孩子给送监狱去了。他把红孩儿不弄到观音菩萨那儿当善财童子吗？在牛魔王看这就是蹲监狱的。所以那阵哥俩已经 PK 上了，打起来了。这就介绍到这儿，就是你没有哪个地方能看出牛魔王这么大能耐啊！一头老牛这样，他前世今生是什么
没有介绍。他本身这个身世线索断了，咱就得从他周边人上琢磨。他最近的人是谁呢？他老婆铁扇公主。你注意有一点，所有的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也好什么的，你看这些妖魔鬼怪叫这名称，白骨精叫夫人啊，杏树精叫杏仙，这都往自己脸上贴金，但没有几个敢管自己叫公主。因为公主这个东西至尊无上，她至少得是哪个王爷的女儿，你才敢叫公主。你这里头除了铁扇公主她这么叫，还有那牛魔王那个小妾玉面公主，其实就是玉面狐狸精。她为什么能叫这个？她心里来气呀，她等于从现在话说她是小三儿这个位置，她觉得自己再不贴点金没法跟那大老婆铁扇公主对抗，所以她管自个儿叫玉面公主。就公主这俩字儿不是随便封的，就是铁扇公主，铁扇公主她也一定是跟哪个国王有直接关系。而且牛魔王介绍过自个儿老婆，说我妻自幼羞耻，也是一位得道的女仙，就是人家是正根儿，不是说哪个妖魔鬼怪练多长时间了，完了玉皇大帝发个文，行了，准许你下山作孽去吧，你去吧，不是那种来历，他有正根儿。那么你捋着这条线索分析，铁扇公主的地盘哪儿呢？800里火焰山。火焰山现在哪儿呢？中亚一带。那么你要捋着这个思路算呢，铁扇公主还有个外号叫罗刹女。这罗刹指的哪儿呢？我一说你就想起来了，金庸的《鹿鼎记》里头，韦小宝到罗刹国，罗刹国哪儿？就俄罗斯。其实也指现在中亚腹地非常开阔的这一带。这罗刹国有个特点，过去书上记载，男的极丑，女的极美，都大美人。你看俄罗斯女孩20多岁，漂亮着呢。就说你这么看，罗刹女说明铁扇公主这个来头啊，是西域一带某个国家的公主。那么你按这时间推算呢，孙悟空、唐僧师徒几人呢，到火焰山是大唐贞观13年，就唐太宗贞观之治，贞观13年。如果按300年前他就得到了，贞观13年往前推300年，什么时候？魏晋南北朝时期，就我们叫五胡乱华时期，是那段历史。那么《资治通鉴》里呢有这么一段记载，说当时呢五胡乱华时候呢，前秦的宣昭帝苻坚，他带兵呢往西北攻打，打下了龟兹国。龟兹这俩字呢，龟就是乌龟的龟，兹就是这个滋味的滋，去了3点水，不念龟兹国，龟兹国。就咱们看这历史课本，张骞通史西域里头也有这个，把龟兹国打下来了。然后从龟兹国呢俘虏了一位高僧，叫鸠摩罗什。这历史上鸠摩罗什实有其人，确实是一代高僧，也确实是龟兹国来的。这个鸠摩罗什他母亲是龟兹国国王的妹妹公主。资治通鉴也记载了，这个公主生下了鸠摩罗什之后，潜心修佛，后来也成道了，得道了。所以你按这个线来看呢，可以把铁扇公主跟她摞一块儿，就铁扇公主就是鸠摩罗什的母亲，就是当时龟兹国王的妹妹，所以才配叫公主，也得道成仙了。那么按这一捋，你就知道牛魔王是谁了，那就是铁扇公主，就是这个龟兹国王他的妹夫。他妹夫当时是龟兹国的国师，鸠摩罗什他爸爸叫鸠摩罗炎。你要再从他身上找证据就好找了，鸠摩，你听着像什么？鸠和牛音差不多，鸠摩其实就是牛魔。而且鸠摩罗炎老家在印度，我们都知道印度人不吃牛肉，奉牛为神仙，为图腾。所以你从这点来讲，他崇拜牛，他这名字就这么叫，叫来叫去，鸠摩以讹传讹就成牛魔了。那么当然有人认为你这个不合理，还有一种说法比这个奇特，说什么呢？说红孩儿啊不是牛魔王儿子，红孩儿是铁扇公主和太上老君的私生子。说铁扇公主是太上老君在人间包养那个情人。说这更胡说了，这怎么回事？你看他能分析，你看红孩儿，他说他牛魔王儿子，
哪儿长得像牛？不是他儿子。要是他儿子，能没点牛的基因吗？没有。那三昧真火谁有？太上老君呢？他那炉子里头就是三昧真火嘛。再更重要证据呢，铁扇公主不使个芭蕉扇吗？芭蕉扇《西游记》里出现好几回。最早我前面说过，金角大王、银角大王、太上老君两个童儿把太上老君宝贝带走了，就有芭蕉扇。这芭蕉扇怎么来的呢？是盘古开天辟地之后，昆仑山一棵仙藤上结下来的这么一片叶子为芭蕉扇，就是太上老君这儿有，他不给铁扇公主，铁扇公主哪儿来的？再一个，铁扇公主所在的火焰山是怎么来的？孙悟空当年把太上老君炼丹炉打翻了，有2块火砖掉到人间了，形成火焰山。这是孙悟空造的孽，太上老君那个炉子里掉出来的砖，那这个位置不得找个重要人看呢？怎么就轮到铁扇公主看了呢？那是太上老君从中给情人找的美差。那说这个对不对呢？你要把《西游记》都看下来呀，这说法无稽之谈，也漏洞百出。为啥？首先一个，那牛的孩子就非得像牛吗？咱们现实是这样，但是神怪小说里可不是这样。为啥？你看前面我们说过，那个猪八戒的原配，就高小姐前面还有一个叫阮二姐，跟猪八戒在一块待几年就死了。这阮二姐呢是怎么来的呢？是凤凰下的蛋，下出一个孔雀一个大鹏鸟。你看凤凰都能生出孔雀和大鹏来，这神话里一切皆有可能，这是一个。再你说三昧真火，红孩儿是从嘴里往出吐火，你没见太上老君嘴里吐火，就这俩人不见得是一路子。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说呢，是这个推测也没有多大道理。所以你把这些证据摞一块儿啊，就说明这个事儿多少有点扯。但有一点呢，差不多说的对，就是牛魔王啊，确实有那么点窝囊。他跟玉面狐狸精啊，他是吃软饭去了，而且得到铁扇公主同意。这玉面狐狸呢，原来他爸爸叫万岁狐王，老狐狸，死的时候呢，留下万贯家财。玉面狐狸一个弱女子守不住，能耐小，我得招个上门女婿，找谁呢？相中牛魔王了，而且跟牛魔王老婆谈了，咱姐俩好好商量，我要人你要钱，我给你钱买行吗？他跟我过，要不然我守不住这家财。说这是根据哪儿来的呢？后来孙悟空在《西游记》里不是找这个牛魔王商量，你跟我大嫂商量商量，把扇子借给我，我们师徒四人好过去，就得罪了当时他的老婆玉面狐狸，其实牛魔王小妾。当时他这一提起铁扇公主，这玉面狐狸来气了，说自打到我家这2年，不知道给了铁扇公主多少绫罗绸缎，供他柴米油盐，他自在受用，到现在这还跟我讲这些。你看，就是底下他跟铁扇公主签了合同了，这牛魔王啊，你就给我吧，这人跟了我，然后我不有钱吗？我搁钱买。说白了，他俩是什么？买卖婚姻。就说爱情不是你想买就能买的，是吧？但他这不是爱情，说白了就是搭帮过日子。说为什么他相中个老牛呢？因为牛魔王这人踏实，不作孽不惹事儿，相对来说作为一个男人来讲能靠得住，而且牛魔王能耐也大，一般妖魔鬼怪不敢上来呀。在他人脉广，有什么事儿呢都能打点得开。所以这3条摞一块儿，玉面公主才把他当上门女婿。所以这不是牛魔王找小三儿，而是人家自个儿招上门女婿，一桩买卖婚姻。所以你再这么一分析，牛魔王在《西游记》里所有妖怪里是非常非常特殊的。照理说他不招灾不惹祸的，这怎么也不害人，怎么最后弄这么下场？从孙悟空到猪八戒，从天兵天将、托塔李天王、哪吒，再加上太上老君这边，再加上如来佛祖，还有阎王爷这，都形成联合军队来围剿他。当然他是直接跟孙悟空发生冲突了，因为借芭蕉扇时，这就是个引子。这个冲突根本构不成大罪过，怎么那么多人来收拾他呢？羡慕嫉妒恨，天上地下神仙都羡慕嫉妒恨牛魔王。为啥？
首先一个牛魔王不差钱儿，有钱。800里火焰山是他家的，玉面公主呢，积雷山魔云洞最起码有他股份，他儿子红孩儿站的枯松涧火云洞也有他股份。这地盘弄到一块儿，他得管多少地方？再一个，玉面湖里留下万贯家财，这有他不少啊。铁扇公主也有钱，牛魔王不差钱儿，哎，家财万贯，很富裕，他用不着作孽。再第二个呢，人老婆还好看。再说这铁扇公主叫罗刹女，罗刹国就是男的很丑，女的很漂亮，你原配就漂亮。再娶这小妾玉面狐狸，你一听这就魔鬼身材，天使面孔，漂亮。你说那些神仙在天上干在那等着，一个个干靠在那，你可倒好，2个绝世美人都归你了，能不恨吗？再第三个，牛魔王自在，你天上神仙给玉皇大帝打工，那些罗汉在佛祖面前天天的跟小学生似的，你看牛魔王一天吃喝玩乐，正跟孙悟空斗着呢。来人说我家龙王请你吃酒，哎，牛魔王说那马上换身衣服，我得去赴宴去。他一天干啥？就吃吃喝喝。所以你想，有钱，女人漂亮，悠闲自在，还没事儿，你这日子哪儿找去？哪个神仙能有他日子过得好？所以大伙儿一看，我们都苦熬苦夜的，就你在这潇洒快活，这有点事儿我还不弄死你这人。所以孙悟空跟他一发生冲突，这些有闲工没闲工全上来了。围剿牛魔王这段很有意思。照理说牛魔王本事呢不比孙悟空差，他俩差不多。骨子里头牛魔王是非常懦弱的，胆小，也不敢直接面对这些天兵天将。说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刚才我说的有钱，女人漂亮，又这个悠哉，他这种日子过长了，他就惜命了。你看人要穷，穷的不行了，天天遭罪，不行我拼命得了，反正这也遭罪。他要真过上好日子，他不愿意拼命了。这就像你看前不久大家看这个《京中岳飞》这电视剧，黄晓明演这里头，你看那康王赵构不就是吗？赵构前半生年轻时候厉害着呢，他是想在自己爹宋徽宗面前证明自个儿，我虽然排第19，不是正出是庶出，那我得表示我有能耐，刀马弓箭样样纯熟，什么事都敢往前冲。可为什么后来穷成那个样子了？你马杜康王派秦桧弹劾去，不敢跟金国正面，他当上皇上了，好日子过长了，他怕失去皇位，那万一岳飞把他爹和他哥哥弄回来，他当不上了，合法性没了。所以他这时候人心里沉了，功名利禄坠上了，好日子过长了，自然他的精神就懈怠下来，当初那股血气勇气就没了。所以就我说牛魔王身上我们看到的这个悲剧，其实我们现实当中好多人身上都有。年轻时候很有闯劲，很有冲劲，要干一番事业，刚刚有点小成就，成了家了，有点钱了，爱惜自己眼前，就不敢为了理想主义拼命往前拼搏了。所以这不仅仅是牛魔王的悲哀，也是我们所有人的悲哀。我们这个系列呢，又开始给大家解读传统的名著《西游记》。那么解读《西游记》呢，以前我们说了《西游记》里的各色人等，包括玉皇大帝、王母娘娘菩萨、孙悟空唐僧诸多人。那么《西游记》里边981难里边有绝大多数的劫难是和妖怪有关。那么有人就提出这个问题了，这个《西游记》里妖怪哪个最厉害？有的人说好像太上老君那个坐骑青牛精厉害，还有的说那个什么金角大王银角大王厉害。这些不算是顶级的妖怪，顶级妖怪咱们介绍过一位金翅大鹏鸟，孙悟空一个跟头10万8千里，这伙计一扇翅膀5万4千里，他那一个跟头他扇2下翅膀追上来，孙悟空也奈何不了他。但是咱们说这妖怪厉害呀，除了能耐大以外，还有别的标准。什么标准呢？无法无天，胆儿还得大。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详细讲解的这位妖怪，不光是能耐大的吓人，而且胆子也大的吓人。
而且他这胆子大呀，我们很难解释他为什么这样，就是他的来历，他的目的都很可疑。这个谁呢？这个妖怪叫黄眉怪。那么我说到这儿，有的朋友想起来了啊，黄眉怪好像这主自己整个小雷音寺冒充如来佛，还把孙悟空他们给打的没着没落的，最后才知道他原来是弥勒佛旁边的这个司庆童子，干嘛的？就敲那磬的，说白了就是佛教音乐团团长，是干这个角色的。后来让弥勒佛把他给弄走了，说孙悟空拿的都没招。为什么我们说这个黄眉怪可疑呢？你看啊，这个妖精啊有好多种类型，小一点的呢不敢露面，哎，什么这蝎子精啊、蜈蚣精啊，都是大王怎么着，报大王，保准那大妖怪唐僧到哪儿了，这才说怎么着，都是这个。还有一类妖怪呢，虽然有点能耐，有野心，比方说想吃唐僧肉，可是怕孙悟空，一见孙悟空就躲，典型白骨精。白骨精呢多般变化，又变成村姑、老头、老太太，干嘛？就是为躲过孙悟空的火眼金睛。另外一类妖怪能耐不差，并不怕孙悟空，可是人家下来不会吃唐僧肉，或者最多是想把唐僧肉弄来，也不想弄出太大动静。可是这黄眉怪可胆儿太大了，他居然冒充如来佛祖。西游记里写吗？这个黄眉怪是981难里的第57难。说这孙悟空师徒四人往前走，见前面紫气缭绕，什么地方？神仙待的地方才紫气缭绕。所以这紫气缭绕，非仙即佛。庙上写仨字雷音寺。唐僧孙悟空都傻了，说咱们历尽千辛万苦西天取经到哪儿？就是到西天大雷音寺啊。说莫不是这如来佛祖就住这儿，咱怎么提前到了？这动车也太快了吧！这就是嘀咕了，说进里看看吧。一进里边一看不得了，因为中间唐僧虽然没到过，唐僧的前世是佛祖的二弟子金蝉子，前辈子事多少记着点。孙悟空好多次到西天雷音寺帮过救兵来过，一看这里边，对，没错，你看四大金刚啊，八菩萨，五阶地，还有这500罗汉，一个个这长眉罗汉、降龙罗汉、伏虎罗汉，没错，这就是佛祖待的地方。但是孙悟空啊，他有第六感，就觉得哪儿不对，说不上来。等识破了之后，这佛祖翻脸了，就是黄眉怪。而且这黄眉怪厉害，你孙悟空不有能耐吗？在他面前走不上几回合，嘁哩咔嚓把这哥是全给都抓住之后呢，这黄眉怪自称我乃黄眉老佛。没几个妖怪假冒神仙敢直接管自己真叫仙真叫佛的，他就敢直接这么叫。你为什么我说他这个胆大的无法无天的程度呢？因为在过去啊，你要假冒最高领导人，这个罪过大的都没边了。你看这个《西游记》里边也有，你敢假冒这个仙佛，没好下场。你看那个有3个犀牛精，在金平府那一集里头，这仨犀牛精冒充佛爷，最后什么下场呢？皮被扒了，脚被锯下来了，肉给吃了。这是《西游记》里妖怪最悲惨的下场。其实何止是咱说这个妖怪《西游记》，你现实当中也是。过去最大罪过，说假传圣旨都不得了，你要冒充皇上还了得？那同样，仙佛一界也是如此。说你随便我就玉皇大帝了，我就如来佛了，了得吗？就说这个黄眉怪啊，胆子都大的吓人。而且他把这个孙悟空抓住了呢，你看他那理由有意思。一般妖怪都为吃唐僧肉，人这黄眉怪根本不屑于吃唐僧肉，我吃你干嘛呀？腥了吧唧的是吧？蛋白质什么的，脂肪也都没什么营养。因为这个唐僧肉啊，在这个《西游记》里头是吃完了以后啊，可以长生不老。但你看长生不老手段可不光这个，蟠桃。
啊，此株蟠桃9000年一开花，9000年一结果，人吃了可以与天地同寿。这是那小土地爷对孙悟空说的吗？你再比如太上老君金丹，吃了以后永享仙府，寿与天齐。也就是说，人仙家那不开荤，人吃你唐僧肉干嘛？不屑于吃唐僧肉的，说明他已经长生不老，或者有本事吃到仙桃金丹人参果。由这点就看出这妖怪这来历小得了吗？肯定。而且他这个，那不仅孙悟空弄不过他，神仙来也弄不过他。说有的妖怪呢，神仙来不怕，噼里啪啦一通打，神仙不一定打得过他。这个黄眉怪是一个人就能干倒一堆神仙，能把这些神仙都逮着，而且他的法器一般神仙也破不了，他法器是个金挠波，跟那锣似的，把孙悟空扣住，孙悟空可出不去了。当初观音菩萨不给过孙猴3根救命毫毛在耳朵后边，说你真有难呢，把它拔出来一吹，变什么都行，救命毫毛。这时候孙悟空拔下救命毫毛，攥这个金钵，攥不动，根本就攥不动，出不去。没办法了，孙悟空开始念咒，其实跟现在发短信差不多，发微信发短信，调什么？调他这些这个神仙里头一些朋友。调来谁了呢？请来了佛祖身边的五阶帝。这五阶帝可不是一般人。五阶帝是什么呢？金光阶帝、银头阶帝、般若阶帝、般若僧阶帝、摩诃阶帝，为五阶帝，是佛教里头啊五方护法神，说白了力大无比。把这五阶帝给拘来了，干嘛呢？我不给扣里头了吗？孙猴说：“赶紧给我抬这个金钵。”九牛二虎之力抬不动。你就说这宝贝得多厉害吧？那抬不动，我得钻出去吧？请谁呢？再念咒。玉皇大帝一看，给面子吧，调动28星宿下来，来给我弄这个，谁也弄不动。最后没招了呢。28星宿有个亢金龙，亢金龙就是龙有脚啊，他这脚硬啊，费尽九牛二虎之力，吃哪个地儿都使出来，把这脚啊钻到这金钵里。然后孙悟空再用压耳毫毛变个钻，在这亢金龙脚上钻个小窟窿，然后自个儿小再小呢，钻到这个脚里头，这脚抽出去，这孙悟空才脱身。你就琢磨琢磨这劲得费多大劲吧？孙悟空真弄不了这妖怪，弄不了妖怪咋办？请救兵吧，师傅在里头呢，让他抓去了。他就开始广请救兵。结果这把一帮救兵弄来了。咱们刚才说这28宿啊，这个五阶帝来了，这不要跟这个把孙悟空救出来，跟着黄眉怪开战吗？黄眉怪哥哥劲不搭了，哗啦一兜把这些全兜了。就这一票神仙都干不过他一个人。孙悟空又跑出来了，先跑到武当山，找到武当山的真武当摩天尊。真武当摩天尊说：“那好吧，我给你搬救兵，我把我座下的五大神龙拨给你。”龟蛇二将拨给你。这武当山风墙洞龟蛇镜，龟蛇二将和五大神龙来了，没用，让妖怪给抓住了。说再请人吧，一个跟头翻到南瞻部洲，请国师王菩萨。王菩萨说：“我把小张太子年富力强派给你，我还有4大神将都拨给你。”这些人一样，一个没跑，都给抓住了。西游记原书里写，孙悟空跑是跑出来了，急到什么程度？躲到山背后哭。你们见过孙悟空哭吗？就把孙猴逼到这个程度，就这个妖怪的法力远在孙猴之上。你看，也不屑于吃唐僧肉啊，胆子还这么大，冒充佛祖敢，自称黄眉老佛。那么最后这问题怎么解决了呢？咱们前面说了，这黄眉怪呢是弥勒佛座下的司庆童子敲钟那个，遇到这个危难了。孙悟空还没来得及搬救兵呢，也不怎么的，弥勒佛就来了。弥勒佛来了，不请自到，说这事儿我能帮你。这么着，你呀变成个西瓜，我就呢变成种西瓜的瓜农。等一会儿这黄眉怪从这儿过呀，我来说动他，把这西瓜吃了。这不孙悟空惯用的招吗？钻人肚子里头闹事儿去。哎呀，这黄眉怪来了。出来现出原形，这是黄眉嘛，一个小孩，黄眉童子。
弥勒佛把它装到自个儿的口袋里。弥勒佛不是像布袋和尚吗？有个袋子装里头，走了。到这儿咱不少读者都看得别扭，为啥呢？这个假冒伪劣呀，冒充仙佛呀，罪过大了。他得到的处分这简直太轻了，连下文都没有了，就抓走了就走了。我估计那回弥勒佛呢，释放出来你接着干你的活吧。这也太轻了，为什么轻？你想想啊，就犯的过错里头。孙悟空500年前闹天宫，当然了，那是天庭也没拿他当回事。要以天上那些人的本事，孙悟空闹不起来，也有意为之。如来佛化成菩提老祖，教唆孙悟空干坏事，最后大闹天宫，通过这个途径来完成西天取经。但就这样呢，佛祖假不假样，双方得唱下去。我手指头一翻，作为五行山，把孙猴判了一个有期徒刑500年，在这五行山底下压着。你再看这个真假美猴王六耳猕猴，能耐跟孙悟空差不多，他想干嘛？人家也没想吃唐僧肉，就想冒充孙悟空啊，跟唐僧西天取经，修个正果，一心向善。结果就这个，孙悟空一棒子把六耳猕猴打死了。前面我说那犀牛精仨人冒充佛爷，最后那基本跟挫骨扬灰、扒皮抽筋差不多，最惨。你说这个黄眉怪冒充如来佛，最后居然一点事没有就给收走了，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这妖怪不光来头大，这事儿可疑。就他是怎么下界的？什么原因处罚这么轻呢？首先一个呀，这黄眉怪下来不足为奇。你想他在弥勒佛身边，天天干的事就是就干这个，生活枯燥乏味。在眼看着身边和他差不多的人一个个下界降服去了，太上老君的司机青牛精啊，下去占山为王了。观音菩萨有个宠物金鱼精到通天河那儿站着去了。这样事儿好多呀。文殊菩萨那司机青毛狮子下去当上了乌鸡国国王。你看这身边这样的例子很多。当时这黄眉怪说，我这作为黄眉童子，我能耐比他们大。你看他们一个个下去了啊，活得有滋有味的，他难受，就找机会往下跑。所以后来终于逮着机会了，说弥勒佛呢3月3赴王母娘娘蟠桃宴，没人看家了。好，他把那金钵偷出来跑了。他跑了下来，他自觉得他的能耐比什么青牛精啊，比那些人大呀。你们在下边小打小闹，那我不能满足这个，我得干点大的。好不容易出来了，平常见弥勒佛、如来佛我都受气，冒充如来佛祖。当然这个呢，你可以解释他怎么跑的，但你要说他胆子真大到这程度，后来还没受惩，这就说不定什么原因他没受惩罚。咱们得给大伙好好解释解释他背后这个靠山弥勒佛。弥勒佛呢，民间供他呀，旁边有副对子，叫这不大肚子吗？弥勒佛这么咧着嘴乐，大肚能容，容天下难容之事。下联是开口便笑，笑世间可笑之人。说这弥勒佛啥也不想，胸怀宽广，是那样吗？不是。这个弥勒佛在佛教里什么地位呢？弥勒佛其实是未来佛，是释迦牟尼佛祖的接班人。弥勒佛接班人，有悬念。悬念在哪儿呢？我刚才说，西天如来策划了这么大一次行动，通过培养个造反派孙悟空，让他造反，然后呢带动把佛法带到东方。那么这个过程不仅仅是传播佛法过程，佛教要扩大势力，它也是几种势力互相争夺。一种是佛教势力，一种是天庭道教势力，再有一种是各个妖怪地方的野势力，3种势力互相争。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是佛教目的把这些势力都收归己用，但是给谁用呢？如来佛下边那么多菩萨呢，那么多尊者呢，
归谁调动呢？谁主管呢？哎，观音菩萨借这机会，自个儿不是执行者吗？那好，借这机会扩充自个儿势力，建一个地方我收，建一个地方我收。所以孙悟空那有事，观音来的最多。他这么一弄，弥勒佛不安了，他心里不得劲儿，所以弥勒佛要找机会打压一下以观音菩萨为代表的这个取经势力。所以对于黄眉怪下界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他作为未来佛都算计的清清楚楚，他怎么可能不知道黄眉怪跑了？怎么可能不知道黄眉怪下界要做这些事呢？他诚心一看事儿闹大了，行了，你把这各派势力都得罪了，不能事儿闹大，别引火上身烧到我这儿。他才悄无声息的下界把他弄走了。后来也没有多少人声张这事儿，这就说明弥勒佛有意通过这个事儿打压一下你，搞个火力侦察。咱说到最后，可能有的朋友说，老梁你就阴谋论吧，你就瞎猜吧。他不是我瞎猜，吴承恩写这个就是没法明着说当时明朝社会的黑暗，他要借着神仙怪道这个事儿讽刺现实当中的事儿。所以仙界即人间，佛界即人间，妖怪即人间。他写的其实就身边的事儿，人间所有这些事情，他都要通过这个来反映，借以指桑骂槐，发泄心中对黑暗势力一种不满。所以他这里头东西都是有所指的。至于说是不是像我说这个吴承恩死了不能复生，谁也说不准。你要觉得我这解释不合理，你拿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来解释黄眉怪怎么最后这么同情发落。你要解释比我通，我服你，下次我就说说你的啊。你如果想不出比这更好的解释来，就当我在这逗您一乐，足能自圆其说也就行了。我要圆不上，那说明我这能耐不够。我能圆上，您就先听听我这，就当听个乐了。好，感谢您收看这期的老梁说天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